传说中有一个散居于长江和汉水一带的古老部族，他们在年老之后会慢慢变成老虎。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个族群？变虎传说的背后又隐藏了什么秘密呢？在晋朝干宝的《搜神记》卷12中说，江汉之域有出人，其先领军之苗裔也，能化为虎。出人是远古散居于长江汉水一带的古老部族，他们是巴人祖先领军的后人。传说出人能够从人形变化为虎形。紧接着《搜神记》中还讲述了一个出人变虎的故事。在古长沙偏远的东高一带，人们为了预防虎害，设置了栅栏陷阱来诱捕老虎。有一次陷阱的机关被触发，众人得知后纷纷赶到陷阱旁围观。然而奇怪的是，被困在栅栏陷阱中的并不是老虎，而是一位戴着红色头巾的人。那人自称是一位亭长，也就是主要负责地方治安、管理户籍、传递公文等事务的官员。于是大家好奇地询问他被困的缘由，亭长就非常生气地向众人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原来这位亭长被县里紧急召见，走夜路避雨的时候误入了栅栏陷阱里，亭长还从怀里掏出了召见的文书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众人这才相信了亭长的话，把他从栅栏里放了出来。然而惊人的是，这位亭长大概是急于赶路，须臾之间竟然变化成了一只老虎，隐没在山林之间。众人这才醒悟，这就是传说中的出人。他正因为变化成虎，在夜里赶路，才被关进了捕虎的陷阱之中。不仅仅是《搜神记》，在宋代的《太平御览》、元朝的《云南志略》、明朝的《虎会》等古籍中，也都有人变虎的相似记载。其中的《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里还记载过一则目击事件。元成宗铁木儿大德6年，也就是公元1302年的冬天，金从脱脱平章在平定粤西叛乱的时候，曾经亲眼看见一个被射杀的人，长有3寸多，也就是10厘米长的尾巴。他在惊奇之下询问当地的百姓，当地人告诉他，像这样长出尾巴的人年老以后就会变化成虎形，并说这种情形在当地司空见惯，时有发生。现代彝族的先民将虎称为罗罗。云南楚雄州大瑶县昙华山区的彝族同胞至今依旧认为，人在活到100岁之后会换一口新牙，汗毛也会变长，死后则会变成罗罗。前面故事中长出1-2寸长的尾巴，则是行将化虎的一种征兆。那么问题就来了，这种变虎的离奇传说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出人是巴人祖先领军的后人，领军原名巴务相，他被巴人先民巴、樊、辉、相、郑5姓部族推举为共同的首领。胸怀大志的巴务相励精图治，带领巴人日渐壮大。他领5姓沿沂水向西发展到盐阳，后又向川东扩展，并最终建立了古老的巴国。期间还流传了巴务相和盐水女神之间的凄美神话。关于这段内容，大脸怪在往期视频中详细介绍过，有兴趣了解的朋友们可以移步到主页观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说，领军死，魂魄释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饲焉。相传巴务相死后，魂魄化为了一只白虎，因此巴人崇拜的图腾用蛇变成了白虎，并尊白虎为神。早期时居然还有用人来祭祀白虎的习俗。出人作为领军巴务相的后人，承袭了对白虎的崇拜，把死后能化为白虎作为最好的归宿。这种强烈的虎崇拜渐渐地演变成人变虎的神话传说，于是便有了视频前面提到的那些离奇的故事。今天豫鄂湘赣4省交界处的武陵山区、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恩施土司城等地的土家族同胞，一般认为都是领军的后代，他们至今仍保留有对白虎的崇拜。土家族地区曾流行一种被称为还相公院的习俗，也叫做还人头院，本质上就是古代巴人用人来祭祀白虎神的一种演变。后来这种恶俗被渐渐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被称为尖头的仪式。在尖头仪式上，掌坛师用杀猪刀在自己的头上砍出血来，让血滴在烧纸钱上，悬挂之后烧掉。这种仪式需要见红，也就是要出现血迹，才能被认为完成了还愿。关于土家族的起源，很多地方还流传有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和出人变虎竟然有异曲同工之妙。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土家族姑娘到一个叫做碧木腊的地方放羊，晚上只能住在山上的岩洞里。更麻烦的是，这个地方豺狗很多，经常咬伤羊，让姑娘苦不堪言。姑娘于是发向誓言说，谁能帮我赶走豺狗，守护好羊，我就嫁给谁。一般剧情发展到这里，主角就该登场了。姑娘的话音刚落，突然跑出来一只白虎，将豺狗撵得无影无踪。土家姑娘很惊奇地说道，虽然我有誓言在先，但赶走豺狗的是白虎，这可怎么办？晚上，姑娘将羊赶回岩洞，那只白虎竟然也跟着来了，而且他眨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姑娘彼时的心情可想而知，毫不犹豫地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于是白天小伙子变成白虎在山上守护羊群，夜里白虎变成小伙子在岩洞里守护姑娘。从此姑娘和小伙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他们一共生育了7男7女，姑娘教孩子们称呼白虎为力巴。然而没有意外的故事绝不是一个好故事。一天，白虎与姑娘正在山坡上放羊，突然天上响起一阵惊雷，白虎化成一颗星星飞到天上去了。姑娘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白虎的真实身份是天上的白虎星君。这个故事显然是领军画白虎和西方白虎七宿结合的产物，虽然故事可能不会太久远，但其中仍能窥见出人变虎的远古神话基因。而关于白虎的神话，其实早在上古奇书《山海经》中就早有记载。《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说，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纹有尾，皆白处之。大荒西经中说，昆仑山上有一位不知名的神，长着人面而虎身，身上有斑纹，长有尾巴，而且都是白色，是名副其实的白虎神。而在离昆仑山不远的幽山上也居住着一位白虎特征的神。山海经西山经中说，右西290里曰幽山，神入收居之。入收是西方帝少昊的辅佐神，同时也是少昊的儿子。据国语晋语中的记载，玉收是人的面孔，脸上长着白毛，有老虎一样的爪子，可见同样与白虎有着不浅的渊源。山海经西次四经中还说到，右西220里曰鸟属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白玉。说到这里，我们就不难发现，几乎山海经中所有和白虎有关的记载都是出现在西边。现实中崇拜白虎的领军后人所生活的区域也都在华夏版图的西部或者西南，而著名的4象之一的白虎同样是西方七宿的化身。以上种种难道仅仅只是一种巧合吗？羌族是华夏大地上最古老的族群之一，他们发源于中土大地西面干青之交的黄河上游及渭水上游一带。后来他们向四方迁徙，与其他的土著民族融合，逐渐形成了新的族群。《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中曾经记载过，春秋时期的羌人祖先袁建因遭到秦国人的追捕而躲藏在岩穴中的故事。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袁建躲藏在岩洞中时，秦人放火焚烧，就在这时，虎神突然现身，帮助袁建逃出了升天。这说明羌人对虎神的崇拜早就已经存在，而羌人的后裔又广泛分布在我国的西部和西南地区。羌人在迁徙过程中与当地土著融合，成为现在藏族、彝族、纳西族等的先民。古羌人的虎崇拜因此流传了下来，其中又以彝族保存的最为完好。分布在大小凉山、哀牢山、乌蒙山区的彝族有100多种支系，历来都是崇拜虎的族群。彝族先民不仅以虎自居，而且认为虎是他们崇拜的祖先。我们是否可以大胆推测，正是羌人对虎的崇拜不仅造就了《山海经》中西边的各种与虎有关的神话，而且还对巴人产生了影响，导致了巴人从蛇崇拜向白虎崇拜的转变。那为什么是白色的虎呢？现在还没办法给到一个有说服力的结论。一般的观点认为，白色在五行中对应的是金，而西方所对应的正好就是金。这个观点看似无懈可击，但要知道，五行论是文明时期的产物，成熟的五行说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战国，而八物象的年代则要早得多。况且白色的虎也是现实中真实的存在。那么究竟是白虎神话影响了五行说，还是五行说促生了白虎神话？现在还尚未可知。相信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有一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解答。喜欢上古神话故事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上古神话那些事系列文章和视频。我是只说自己观点的大脸怪，谢谢您的观看，再见。